原子金闪闪，京城金家流落在外的真千金，原本在乡下撵鸡斗狗，快乐无边。回到金家后，处处小心舔着家人，却被绿茶女苏雨墨针对毒害致死。靠！凭什么让我当舔狗啊？金珊珊，雨墨妹妹从小寄养在金家，接受名媛教育，跟我们情同手足，你怎么能恶意揣测她呢？没错，不许你污蔑雨墨姐姐。果然天公没地我。他接下来就会说，原石有龙气，能给您全家续航10年财运。靠龙气还不如靠我呢。4个亿，还有没有要竞价的？伯母啊，这块原石有龙气，是今年的运势所在。如果拍下来的话，至少能给咱们金家续航财运10年不止呢。还真被他说中了。若是听信苏雨墨的谗言，高价拍下这块石头，金家不仅会面临破产，还会因此成为京城豪门圈的笑话。到时候，我的贵妇妈妈和富二代哥哥就只能去会所跳钢管舞还债了。曾经的京城富婆，媳妇下海营业，最后还混成了夜场头牌。果然，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闭嘴！金珊珊，你又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又是破产，又是跳舞的？就是啊，妈，我没说话呀。对啊，他刚才都没张嘴。那我们怎么能听到他说话？难道是他的心声？妈，我刚才查了一下，咱们账上就只剩4个亿了。怎么会只有4个亿了？明明应该有8个亿的呀！难道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如果咱们把全部资金投入这个石头，后续没了现金流的话，咱们家就真的要破产了。要不然，先别碰这块石头了。王总已经出了4个亿，还有没有要竞价的？伯母，快把这块石头拍下来啊！4个亿1次，4个亿2次，4个亿3次，恭喜王总4亿拿下踏砍原石。伯母，你怎么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放弃啊？珊珊，那你看，台上这些石头哪块值得拍呀？金闪闪就是个从乡下刚回来的野丫头，玻璃跟翡翠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懂赌石啊？回老家去。就他吧，就他瞅着顺眼。这位小姐，这块是边角料，您确定要拍吗？就他了。哇，80万。边角料1块，金女士出价80万，请问有加价的吗？80万1次，80万2次，80万3次，成交。金闪闪这个土包子，一回来就打乱我的计划。伯母居然还听了他的鬼话，花80万买了这么个土克拉。好啊，既然你这么想出风头，那我就让你出个够。闪闪妹妹真是个奇特的人呢，拍了一个形状这么奇怪的石头。不过既然都已经拍下来了，不妨就当场解石，给我们大家开开眼呢。金总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丫头长眼，哼，我看呀，他能开出什么好东西？说不准啊，真能开出个土克拉呢！行，苏雨墨说的对，就应该让大家开开眼。大师，我要解石。快看，帝王龙！哇！恭喜闪闪小姐挑中了顶级帝王龙石种。真不可能，他一定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没错，他根本就不懂赌石。刚
刚才还说那帕坎原石是破石头呢。丫头，你果然是不识货呀！把我那块帕坎原石切开，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宝贝。王族的帕坎原石的确是普通的石头，不可能，不可能！我的4个亿啊！是啊，这真是稀缺。多亏了闪闪，不然咱们金家的钱可就打水漂了。差点就要去跳钢管舞了。闪闪姐姐说的居然是真的，难道雨墨姐真的要害我们？你胡说！她不过是一个刚从乡下回来的丫头，长眼能力怎么可能在我之上？苏雨墨，金家差点被你坑破产，还在这嘴硬呢。还敢自称京城第一才女，我看呐是坑财第一人吧？哎，金小姐，哦不，金大师，能不能帮我挑选一些石头？金大师，帮我也挑一块。我也要，我先来吧。哎，别急，都别急，都有，挑了你的，挑你的啊！走。这个你的，那个你的，这个拿。金闪闪，违背了董事长的规矩，战爷不会放过你。战爷不好了，有人违反拍卖行的规矩，在董事会上替人长眼。走，去会会这位贵客。太好了！哎呀，金大师，这么纯净的帝王绿，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真神了！金小姐，真的谢谢你啊！谢谢金小姐啊！谢谢你啊！战爷到！战爷，据说他手段狠辣，年纪轻轻就成了华夏第一豪门继承人。他这次露面，难道是因为金家姑娘给其他客人长眼，扰乱了拍卖场的规矩？是谁搅了我们拍卖行的场子？好权威的一张脸啊！不仅有秒杀男团的8块腹肌，还是个小处男，人间竟然有如此仙体。他居然有酒窝，不对，他是怎么知道我是个处男？战爷，扰乱拍卖秩序的人是金闪闪。就是你，在我的场子里搞破坏。我没有搞破坏啊！老天呐，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马上就要掉下来了。这大总是五行缺根筋吗？专挑这么个煞位站的。我豪门千金的日子还没享受几天，就被砸得脑浆迸裂，思想太难看了。哎呀，金闪闪，你又胡说八道什么？这好端端的水晶灯怎么会掉下来？你不仅砸我的场子，你还敢诅咒我！怎么又种下我金大的冲动？我没看错吧？一向生人勿近的战爷，居然被一个女人抱在怀里。战爷可是出了名的艳女，一会儿该不会……霸总虽然人很凶，但这腹肌手感真不错。哦，就是这艳女的毛病有点重。战总，你没事吧？闪闪妹妹刚从乡下接回来，什么都不懂，先是替客人长眼，又是害你差点被吊灯砸到。不过她肯定不是故意的。你要是要罚她的话，我这个姐姐愿意带妹妹受罚。你是谁？我叫苏雨墨，
是您外甥沈一晨的未婚妻。她呀，就是金家刚从乡下接回来的二女儿金闪闪。伯母，你快劝劝妹妹，赶紧给战爷道个歉，说不定看在我的面子上，就轻饶了他呢。苏雨墨跟战爷居然是姻亲啊！这下妈肯定要护着这个绿茶精，逼我给战爷下跪道歉。闭嘴！刚才明明是闪闪救了战爷，你怎么胡说八道？你要是再乱讲，我就把你赶出金家！伯母，这个苏雨墨居然如此落魄，还想要害闪闪，确实得长个心眼。大哥，雨墨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茶里茶气了？她不会真的要害我们家吧？可能是因为闪闪刚回来，所以怕失了宠，然后因爱生恨，嫉妒成痴。你就是金家二女儿金闪闪。多谢金小姐的救命之恩。不过，你为什么要违规替宾客长眼，扰乱赌市拍卖的秩序？我没有啊，我不过是随手指了几个比较顺眼的石头，谁知道都是上等的料子呢？难道运气好别犯法啊？这个战君耀不仅眼神不好，脑子也不灵光。战家浸润古董玉石生意多年，连自家厂子混进这么大一块帕秆原石赝品都不知道，还拍出了4亿高价，明显是被内鬼做局了呀！他不赶紧清理门户，反倒揪着我这点小事不放。唉，要不了多久，战家就会被内鬼掏空，他也要被对家送到国外去卖器官了。你刚说什么？什么内鬼？什么卖器官？哎呀，你可别说话！妈，我没说话呀。家族出内鬼的事我早有怀疑，但并未对外声张。她一个刚从乡下回来的丫头，竟然会知道这些。哎呀，战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家闪闪呀，刚从乡下接回来，这行为举止难免粗鄙了一些。你看在他刚才救了你一命的份上，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啊！快走，快走！站住！完了，战爷这次肯定生气了。小儿战爷的场子还想走，金家这二丫头怕是惹祸了。金闪闪，战爷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今天你坏了我好事，就借战爷的手，除了你这个乡巴佬，乡巴佬啊，就该待在泥地里。我说让你们走。那个，今天金小姐的救命之恩，我战某铭记于心。只是这拍卖行没有几件能拿得出手的大礼，还请金小姐跟我一起移步到我的私人收藏会所，挑选几件古董，全当谢礼。战爷不仅没收拾金闪闪，还要给他送古董当谢礼，这还是我认识的战爷吗？战爷，闪闪妹妹刚从乡下接回来，什么古董知识都不知道，这要是挑错了，不是辜负您的美意吗？你想干什么？我就知道有机会。我呀，在金家一直学习名媛知识，对古董也是略微精通，不妨就由我代为挑选。就你，刚才金总要是听信了你的话，拍下了那块帕秆原石，现在金家恐怕已经在准备破产清算了。你还敢自称精通？战家体育生，有件元青花之龙双耳人物宝瓶，是价值连城的罕见至宝。如果金家破产，我还可以把这个卖了抵债，继续当富贵。该怎么开口跟战君要说我想要这个呢？闪闪，万万不可！这个元青花螭龙双耳人物宝瓶，那可是战家的传家宝，意义非凡。你怎么可以索要这个？妈，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战总，你要的东西取来了。金小姐，这件藏品是我们战家收藏多年的宝物，你看看，喜不喜欢？哇！
这不是战家传家宝元青花宝瓶吗？是啊，战爷真的拿来送给闪闪了。战爷，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你也太懂我了吧？是你眼光好。既然你慷慨相送，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走吧，咱们回家。战总，那就谢谢您了。我们走吧。走。那多谢战总。金闪闪，你居然敢让战爷把传家宝送给我，你给我等着！战总，老夫人说这元青花宝瓶是留给战家未来主母的传家宝，您却把它送给一个末流世家刚从乡下接回来的千金，值得吗？他刚到京城，就能一眼看出我们战家出内鬼的事情，还能在吊灯掉落的瞬间救我一命。你觉得他会是平庸之辈吗？战爷这辈子从来没有夸过任何一个女人，难道战爷？财神保佑，保佑我战家左右逢财，最好能让我孙子再谈个恋爱。财神还能管那么宽？喂，老夫人，天大的好消息！母胎单身的战爷终于要脱单了。什么？君耀把宝瓶送给了金家二女儿金闪闪？是的。哎呀，太好了！传我命令，给金家注资，我亲自给金氏年会站台。是，老夫人。哎呀，财神真是显灵了呀！但我家孙子有了媳妇儿了。奇怪，谁在背后狙击我？不会是王母娘娘还没消息在天上吗？怎么会这样？明明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全被这个乡巴佬打乱。妈，你说闪闪她知不知道那个元青花宝瓶历来都是战家选定儿媳妇后才会送出的传家信物？你说什么？南希，今天拍卖会上收获如何呀？我听说有块帕感原石，你快过来！今天啊，咱闺女在拍卖会上拿下的。来，我看看。哎呦，这是战家的传家宝元青花宝瓶。对了，嘿呀，雨墨，不愧是我们金家悉心培养出来的好孩子呀，这眼光真是越来越好了啊！我说，金闪闪啊，你要好好的改改你那些乡下的散漫习性，要向雨墨好好学学豪门的规矩和眼力啊！这就是我那偏心的倒插门老爹。是要跟你的好雨墨学学。今天啊，差点害我们花4个亿买了块破石头。怎么回事？哎，爸，今天在拍卖行，雨墨看上了一块4个亿的帕感原石，非要鼓动妈把它拍下。幸好闪闪发现是假的，要不然咱们家就倾家荡产了都。就是，而且啊，闪闪今天还救了战总一命。这个元青花宝瓶就是战总送给他的谢礼。怎么会这样呢？雨墨呀，这以后啊，做事要谨慎一些啊。金闪闪，今日这事算你是运气好，但是规矩还是要学的啊，还要向雨墨好好的学，别总是带着你那些乡下的粗鄙举止，丢了我们金家的脸，听见没有？知道了，爸。一个当初学费都是靠村里人凑出来的泥腿子，吃了几10年软饭，现在倒摆起城里人的谱了，还处处向着外人说话。不过不怪老邓这么偏心，
苏雨墨的眉眼和他白月光一模一样，也就妈妈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是他的初恋。什么？原来爸爸还有白月光？林彻，你怎么回事？闪闪都回来1个多月了，你不但不关心他，还让这个苏雨墨欺负他，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老婆，轻点疼！我这不是公司事务繁忙，没时间吗？那当然没时间了，明明今天中午就到机场，硬是抽时间在回来的车上和管家翻云覆雨、白日雪野。张管家脖子上的草莓印子也太明显了吧！别动！这是什么？这些红印子究竟是谁干的？夫人，你先把手放开，这是我的隐私。老爷，南希，你冷静点。张管家虽然是佣人，但也是有尊严的呀。你当着孩子们的面这样拉扯质问，这不太合适吧？蒋云彻，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你今天把这事儿给我解释清楚，不然的话，马上给我卷铺盖走人！夫人，我伺候了你20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呢？我羞辱你？你看看，这么羞耻的事情你都干出来了，还说我羞辱你？伯母，您先消消气。张管家，我记得前段时间来了一个大叔给你送被褥，你们聊得还挺好的，是不是你们处对象了呀？对，是他，就是他。哎呀，你说我们都一把年纪了，说出来不是怕人笑话吗？夫人，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让大家见笑了。好了，你先下去吧啊！这苏雨墨这么护着张管家，是担心以后没人给大哥下药了吧？金家破产之后，凭借大哥的才智，本可以东山再起，但长期被人下药，神志不清，只能出卖色相，去跳钢管舞了。我被人下药了，难怪最近昏昏沉沉的。大哥是金氏集团的继承人，却一直被蒋云彻视为眼中钉。只有除掉大哥，公司才会顺理成章的落入蒋云彻手里。你说什么？是爸爸和雨墨联手害的我。好你个蒋云彻，我和你相濡以沫几十年，你竟然背着我干出这种阿杂事来！立刻调查我爸和苏雨墨最近1年的药品购买记录。要是苏雨墨和蒋云彻在拍卖会上奸计得逞，让妈破产，大哥被毒坏了脑子，清河年纪尚小，我又是个掀不起风浪的乡下丫头，到时候金家的家产不都落到蒋云彻或苏雨墨手里了？别喝了！干什么呀？吓我一跳！伯父，伯母，哈哈，逸晨来了。逸晨啊，你怎么来了？这不是我爸妈让我过来商量一下咱们2家的婚事吗？哦，对，哎呀，关于这个婚约呀，原本呢，我们是想让苏雨墨啊作为我们金家的女儿跟你结婚，不过我女儿金闪闪啊，她回来了啊，所以我想这个结婚的对象是不是可以？这就是战军耀的外甥苏雨墨的男朋友，看来苏雨墨肚子里怀的是他的。苏雨墨怀孕了？不对，这沈逸晨表面上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上玩的可花了，什么好不能吃。他对苏雨墨这种姓苏令满满的绿茶才不感兴趣。伯母啊，我和依晨哥哥的婚事不是很早之前就定下了吗？怎么突然要改啊？是啊，南希，这个时候换人不太合适吧？等等，苏雨墨根本不是真心喜欢这个孩子，他只是打着爱慕沈逸晨的幌子，来掩盖他和别人偷腥的事实。他腹中胎儿的父亲居然是金闪闪，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金闪闪，像你这种乡下来的野丫头，不管你怎么追求我都不会同意的。只有像雨墨这种从小在书香门第长大的豪门千金，才配做我沈逸晨的妻子。
我之前居然还是沈一晨的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一晨哥哥这么优秀，妹妹喜欢也是情理之中啊。金闪闪，我劝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啊，不是什么货色都能看得上。我跟雨墨的订婚呢，到时候我的亲舅舅战君耀他会亲自来站台的。真的？那真是太好了。谁稀罕你这种四处钓鱼的海王？你和苏雨墨赶紧锁死吧，一个四处撒网，一个杜揣野种，凑在一对儿简直天造地设。我们闪闪呀，自然会配得更好的。既然你们两个两情相悦，那就早点把婚事办了。好，木木。一晨哥哥，你怎么还没到呀？人家等你好久了。哎呀，一晨啊，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吃个饭再走吧。啊，不了，伯父，我这儿突然有点急事，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啊，下次我再专门登门来拜访，咱们再详细的商量一下婚事的具体细节，好不好？啊，我先走了，雨墨，下次见啊。哎，伯父，母母，我去送一晨。去吧。我去，原来苏雨墨怀的是爸爸的孩子，难怪他这么着急把苏雨墨嫁出去，原来是要让别人喜当爹。哎，小舅，你今天跟金家商量婚约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个金闪闪，哎，小舅，那个金闪闪就是一个舔狗，他之前就一直黏着我不放，今天他还想让金董和雨墨换婚约，我当场就给他拒绝了。舔狗，原来对每个人都这样。来人，派人跟着金闪闪，我要知道他的每一个行踪。是，小舅，那我也就先走了。君耀，奶奶，这是为你和金家联姻准备的彩礼，你看看够不够啊？联姻？不是，把我当交易筹码，感情不是那么勉强的事情。金家联姻跟谁啊？不就是那个金家从乡下接回来的二女儿金闪闪吗？还能有谁？不然叫你外甥一晨去。好的，奶奶，刚刚是我说话太大声了。这个联姻呢是家族纽带，我责无旁贷。哎呀，南希啊，公司的订单出了点紧急状况，我得马上处理一下啊。什么订单这么着急？饭都不吃了？这个订单关系到公司接下来一整年的业绩支柱，必须得马上处理。放心吧，我处理完立刻就回来啊。我去了。哎，妈，那我也不吃了，我先回房间洗澡去。哦，好。啊，妈，大哥，你们是不是都能听见闪闪姐的心声？你也听到了？你呢？妈，我也是。那刚才闪闪说爸和雨墨联合起来下药害我，那是真的吧？是真是假，一查便知。我们去苏雨墨房间探个究竟。走。妈，我都快把雨墨的房间翻个底朝天了，什么发现也没有啊！妈，是不是闪闪姐姐误会了呀？我觉得爸和雨墨姐不像是那种人啊，难不成真的是闪闪误会了？哎，妈，你们这是在给苏雨墨的房间大扫除？闪闪，你是不是误会你爸和苏雨墨了？我们把这个房子都快翻了个底朝天，可是也没发现什么他们出轨的蛛丝马迹呀。什么误会？我没误会他们呀，我的傻妈妈，小狐狸精和老刀早就把证据处理干净了，你们就算把这屋顶掀开，也找不出半点蛛丝马迹。不过这对于野鸳鸯还真会选刺激，
居然敢在金氏集团地下停车场的车内交换！你说什么？啊？说呀！哎呀，说下去呀！我没说话呀。哦，对，那个妈，你昨天是不是说过把什么戒指落在公司停车场了？哦，对，哎呀，那个戒指可是我们金氏的传家宝。哎呀，我马上得找到它，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你也跟我一起去，我倒要看看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哎呀，走。那个金闪闪一回来就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俩的事不会被他发现了吧？那个乡下来的丫头能有多大能耐？放心吧，金家迟早会是我们的。哎，金总，这么晚您几位怎么来了？蒋云彻呢？在车里吗？那个蒋总他在车里要处理一些紧急公务，不让任何人打扰他。在车上处理公务？你糊弄小孩呢？给我让开！听见没有？滚一边去！哎，金总，我也是奉命行事啊，您就不要为难我这打工人了，行吗？我为难你？那你给我老实交代，车上的人到底是谁？动静这么大，看来这激动人心的桥段就要到了。让开！你们在干什么？南希，你们这是？嬷嬷、远州哥哥，你们怎么来了？我刚刚不小心把伯父的文件弄乱了，正在收拾。对，看，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些阿杂事，你为什么要向雨墨姐姐泼脏水？我什么都没有说呀。倒是苏雨墨，你不是去送沈逸晨了吗？怎么会在这儿？苏雨墨，到底怎么回事？是啊，雨墨，你为什么在你伯父车上？嬷嬷啊，是这样的，伯父新谈了一个合作，客户正好和逸晨哥哥认识，伯父就想牵线搭桥，我们就一起过来了。那沈逸晨呢？他人呢？逸晨他更厉害，不信你看，这个文件上还有逸晨签的名字。妈，逸晨哥的签名都在这儿，肯定没有问题的。是啊，可能真是误会爸爸了，要不咱们先回去，就不打扰爸工作了。唉，这对傻兄妹，要是知道你们亲爱的苏雨墨的红色蕾丝内裤还藏在靠枕下面，你们不得哭晕在厕所？那个靠枕下面藏了什么东西？那能有什么呀？南希，你就别多想了，我还得忙订单的事呢。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那下面到底藏了什么！给我让开！蒋云彻，这是什么？你给我解释清楚！爸，你怎么能？我也不知道啊。王秘书，咋回事？我车上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啊！金总，蒋总，我想起来了，这是上周张总夫妇借这辆车时，他不小心落到车上的，是我没有及时检查清楚，是我的失职。能不能干了啊？连车上的东西都收拾不干净，你是怎么做事的？差点让南希误会了。是，蒋总教训的是，我以后一定注意。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是，金总是真的。妈，雨墨姐姐晕倒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送回家呀！一出事就卖惨装晕，这演技不去拍短剧可惜了。张医生，怎么样？雨墨小姐没什么大碍，就是没吃东西，加上情绪激动，有点低血糖。原来苏雨墨怀的是爸爸的孩子，难怪她这么着急把苏雨墨嫁出去。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金总，您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才仔细检查过了，雨墨小姐并没有怀孕。看来是我误会雨墨了。爸早就跟赵医生串通好了，他才不会把苏雨墨怀孕的事说出来。你说什么？金总，我们查到蒋总近1年内曾多次购买有损中枢神经的药物，长期服用会导致智力减退、神志不清。金
家破产之后，凭借大哥的才智，本可以东山再起，但他长期被人下药，神志不清，只能出卖色相，去跳钢管舞了。竟然又被他说中了。金闪闪，你有完没完？刚才你给雨墨身上泼脏水，现在又污蔑赵医生，你是不把我们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你是不满意是吧？妈，雨墨现在身体不舒服，我们先出去，别耽误他休息。雨墨，那你先好好休息，我让管家给你弄些吃的。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车里的事情，还怀疑我们的关系？是金闪闪，刚才南希发火时，口口声声说金闪闪在给你泼脏水，一定是他在暗中盯着我们。金闪闪，又是你！他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喂，计划有变，提前行动。金闪闪，我警告你，从今往后，你给我安分守己，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污蔑雨墨了。啊，妈，我一直都很安分，我都没说话。妈，你冷静点，事情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闪闪，你带清河先回房间休息，我跟妈谈点事情。哦，走。管仲，到底怎么回事啊？闪闪说，爸联合雨墨给我下药，我让助理去查了一下，发现爸最近1年确实多次购买损害中枢神经的药。这么说，闪闪说的可能都是真的。我仔细想了想，爸和雨墨最近确实不对劲，或许他们联合掏空金氏家产的事，并非是空穴来风。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无论真假，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妈，金氏集团是你一手创办的，不如你借此机会重新掌握金氏集团，顺便调查一下事情的真相。奕晨少爷走后，金家人去地下车库抓奸，但是一无所获。哼，果然是在胡编乱造。但是阵爷，我们找到了那辆车行车记录仪视频，里面记录了蒋云彻和苏雨墨出轨的全部过程。哼，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你去把它交给金远洲。是。金闪闪，这场戏我帮你加把火，看看你能烧到什么程度。君亚，奶奶，听说你最近很关注金家，正好过几天金家有场大戏，你陪奶奶去看看。没问题，奶奶。这么早叫我们起来吃早餐干什么呀？人都到齐了。今天呀，我郑重的宣布，从今天起，我将正式接管金氏集团。不行，苏雨墨，你什么意思啊？伯母，您一直都患有长期的精神衰弱，公司事情繁杂，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受不住。是啊，南希，你离开公司这么久，业务早就更新迭代，你现在要是回去，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头熟悉，这未免也太劳心伤神了。想当初，我一个人白手起家，都可以把我们金氏带上市，我现在只不过是重新接手，有什么难的呀？倒是你们俩反应这么大，难不成在害怕什么？当然是怕东窗事发呗。这对野鸳鸯一边偷偷转移公司财产，一边把地下车库当成免费炮房，都解锁了无数个动作，连车里有记录仪都不知道。还有妈妈的精神衰弱，是他们为了让妈妈退出公司，让赵医生在妈妈的方子里下药造成的。我决定了，今天就重新回公司接管金氏。接下来我会很忙，今年的年会就由闪闪和远洲，你们俩一起替我主办。好，好的妈。南希，你不是答应让我和雨墨来办吗？啊，闪闪刚从乡下回来，不懂豪门礼仪，远洲也还年轻，资历尚浅，如果让他们操办年会，万一搞砸了，那我们金家就会沦落为京城各界名流的笑话呀。是啊，伯母，而且这次年会，战总跟张老太太也会来，是看在我跟奕晨的婚约的面子上才答应出席的。如果是闪闪来主持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来的。这年会要是办砸了，丢的还是金家的脸呢。这事儿还轮不到你操心吧，苏雨墨。我们金家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管吗？我倒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我治好了，我先走了，你们慢用。南希，雨墨也是好心，你当着孩子们的面这么说他，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哟，怎么？我说他2句，你心疼了？难不成他是你的什么小情人？这是越说越离谱了。行，都依你。宴会相关事宜就让远州和闪闪来办吧，我说完了。闪闪，多吃点。好。景川，今天真的谢谢你了，这么晚还送我回来。妈，这位是？啊，这位是你宋景川伯父，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啊，景川，这就是我的大儿子金远州。啊，宋伯父你好。远州，常听南希提起你啊，果然是一表人才。过奖了。你景川伯父啊，可是国际顶尖律师，对资产维护的案子极为精通。这一次呢，也是专程回来协助我们资产清算，帮我顺利的接管金氏。拜托了。这是我的女儿金闪闪。这就是暗恋妈妈多年的那个宋景川，当年可是万人追捧的学霸校草，却为了妈妈多年未娶。不过妈妈怎么就没想到，同为大学同学的蒋云彻早就把宋景川拉上一条贼船。宋景川这个时候出现，哪是为了雪中送炭啊，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嘛！蒋云彻故意撺掇宋景川这个节骨眼回国，就是为了让他接近妈妈，然后在年会上造谣妈妈出轨转移资产。这样一来，蒋云彻就可以顺利甩掉妈妈，霸占金家产业了。更绝的是，妈妈被骗光家产后，这个宋景川还扮演起了深情守护者，每天去会所给妈妈报金币，最后把妈妈骗到郊外别墅，折腾了好几天才被警方找到。我的妈呀，中年人的爱恨情仇这么狗血了！秦南希，你要干什么？错过这么多年了，完了！现在就是我的了！你放开我！宋伯伯，谢谢你送我妈回来，但是我们还有事情，就不送你了。好，南希啊，那咱们明天见。哎，明天见。去旁边吃去。啊，如果刚才闪闪说的都是真的，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蒋云彻这个老狐狸，他竟然敢算计到我头上，他真当我是吃素的？这对野鸳鸯把地下车库当成免费炮房，都解锁了无数个动作了，连车里有记录仪都不知道。远州，你记不记得闪闪曾经说过，蒋云彻和他那个小狐狸精在车里做那种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车里有记录仪。你帮我把那个视频搞到，如果年会的时候他们真的要往我身上泼脏水，那我定要让他们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好久不见啊！不是，都这个点了，怎么还没开始？之前蒋总主持年会的时候，可是从来不迟到。妈，远州哥和闪闪姐怎么还没来啊？是不是第一次主持这样的盛大活动，这手忙脚乱的，给耽搁了？怕不是这金家二代难以控制这种大场面，所以怯场吧？你们别那么说，远州哥哥肯定是为了照顾闪闪妹妹才会迟到的。这金闪闪刚从乡下接回来，不熟悉这种大场面，很正常吧？你们都听说了吗？连京城豪门圈都传遍了，这金闪闪刚进金家门时，穿着大花袄子厚棉裤，还背着个土掉渣的蛇皮袋，那样子简直滑稽至极。哎呀，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加上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这金家好不容易晋升京城豪门，怕是啊要毁在这第二代手里了。就是，也不知道金总是怎么想的。听说今天战总和战老太太也要来，
金家连年会都办成这样，这不是摆明了让人家看笑话吗？对呀，妈，你看他们说的，有远州陪着闪闪，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老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场的宾客和记者都等得不耐烦了，要不我先上去了。走，没时间了。金总，年会再不开始，宾客和记者都要离席了。那要不你先上去吧。好，小金总，金小姐到。我的妈呀，这小金总旁边那女的是谁呀？这也太漂亮了吧！肯定是哪家名媛千金。妈，不错，不愧是我金南希的女儿。她就是金闪闪，不是说是个土里土气的村姑吗？哇，金总也太宠她了吧！她这身礼服，一看就是量身定制的高定款。姑母前几天说要定做一件高定礼服，居然是为了送给金闪闪的。打扮的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年会的真正分量在于请过来的贵宾。战总、战老太太，华夏第一的掌权人，是为了我才出席了金家的年会，给金家融资的。没错，我太奶和小舅从来不会参加这种商业的聚会，这次能来，完全是看在我和雨墨的面子。金闪闪，山鸡就算是插了羽毛，也成不了凤凰。像我们这种圈子，你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土包子是挤不进来的。你笑什么？我笑你这么普通，你还这么自信啊？那个网上说的普信女，指的就是你这种人啊！你战总，战老太太到。哎呀，战老太太、战总，你们二位大驾光临，真是让我们金氏集团蓬荜生辉呀！太奶，小舅，她今天怎么这么漂亮？金总，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见见你们金家的千金。哎呀，太好了！太奶奶，终于把你们二位盼来了。金总，这就是你们家的千金。老太太，她是寄养在我们金家多年的女儿雨墨。战奶奶，我是苏雨墨。苏雨墨寄养在金家的孤女，站眉站相，笑容做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小家子气的精明算计，还妄想冒充金千金。苏雨墨，我要见的是金家千金。你个养女就敢在这上蹿下跳，算哪根葱啊？金家千金呢？战老太太，这个呀，就是我的亲生女儿金闪闪。战奶奶好。好姑娘，不愧是金总的女儿啊，仪态大方，一看就是大家闺秀。金耀，快见过闪闪。又是这种感觉，为什么每次看到她的眼睛，心跳的就这么厉害？再次看这张脸，冲击力更强了。可惜是个移动冰山，不然多看几眼能长寿的。哎呀，矜持一点啊！太奶，雨墨刚才就是一时心急了。她毕竟是我的未婚妻，第一次见您嘛，难免紧张，您就原谅她吧，好不好？
是啊，老太太，雨墨一直念叨着想要见您，还说要好好的孝顺您呢。你二位今天能够赏脸前来，也是多亏了奕晨和雨墨呀。南希刚回公司，正需要获得信服和信任，你二位的到来，无疑是为金氏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我们金家倍感荣幸啊！是吗？蒋总真是有福气呀！不仅有金总扶持事业，更是培养出了这么得力的小辈呀！太奶奶，您过奖了。我呀，从小寄养在金家，都是伯父伯母教育的好。只是这闪闪妹妹刚到京城，豪门的礼仪呀、规范啊，都得现学。我能走到今天呢，的确是离不开南希的支持。这南希接管了公司，从今以后，我也该退居二线了，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顾家庭上。他居然这么在意我们的家，难道之前是我错怪他？蒋云彻这个凤凰男，当年追我妈妈的时候，裤衩子都没调好的，现在打扮的人模狗样，嘴里吐出来的却没一句真话。谁在讲话？年会即将开始，有请金氏集团前董事长蒋云彻上台致辞。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蒋云彻当年就是个来自山村的穷小子，当时的我兜里比脸还干净，除了一股子冲劲之外，一无所有。所以，当出生名门的南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我时，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倾尽所有，把全部的爱都给他。这些年，我一直深爱着他，我从未辜负过我当初的承诺。情感铺垫的越足，后面背刺的越狠。影帝，请开始你的表演。是他在说话。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放在我心尖上爱过的妻子，她居然出轨她的旧情人，背叛家庭，做出了转移资产的丑事。所以今天我决定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我要和金南希离婚。金总，请问蒋总指控您出轨并转移资产的事情是否属实？你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接管公司，是在为离婚做准备吗？纯属无稽之谈。蒋云彻当着战总和战老太太的面自曝丑闻，是想彻底毁了金氏集团的形象吗？金总，蒋总，这到底怎么回事？伯母，我知道这些话不应该由我来说，可是你也不能对伯父做出那样的丑事啊！昨天我去公司给您送文件，看到您和陆景川伯伯在办公室里卿卿我我，还在密谋，怎么能让伯伯净身出户？雨墨，你没事吧？雨墨，雨墨，伯母，伯父对你那是一片的真心，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伯父呢？是滑天下之大稽，这老邓和这小狐狸精为了阻止妈妈回来掌权，居然跟我妈妈身上泼脏水。按照剧本发展的规律，接下来是不是该上铁证了？希望妈妈撑住，别越过去，不然后面宋景川就要对妈妈开启中年强制爱的服务。他连后续都知道。这么说来，金南希是被蒋云彻和苏雨墨联手做的局。妈，你不会真的和那个……住嘴！大人的事，小孩少掺和。难道金总真的出轨了？金总都开始转移资产了，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哎，诸位，安静一下，听我说，伯母接情事从来都是光明磊落，她绝对不会背叛家庭，做出损害公司的事情。这一切一定是有人背后陷害她。没错，我
和金总相识这么多年，他的人品我自然信得过。你单凭几句捕风捉影的话就定罪，这未免显得也太儿戏了吧？你看那是什么？这些证据都是我偶然间发现的，冒着风险得来的。伯母，我知道我说这些话可能会得罪你，甚至可能会被赶出金家，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就这么白白的掏空了金家的家底啊，骗了这么多相信你的人。伯母，这幸亏雨墨发现的早，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你对得起伯父吗？眼泪都没掉几滴，这副做派你就骗逸尘那个傻小子。苏雨墨这个绿茶精，简直是行走的恶毒女儿教科书。不过也难怪他拼了命的帮蒋云彻，毕竟他可是蒋云彻的白月光，跟别人跑了之后生的女儿。蒋云彻胆子真肥，居然敢把苏雨墨和真正的苏家千金调包，让他在金家当了20多年的大小姐。苏雨墨为了抱紧蒋云彻这棵大树，可不得往死里表现。蒋云彻，蒋总，今天是金氏年会，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场呢。你把家事闹到颜面尽失的地步，不合适吧？战老太太，战总，实在抱歉，我知道这家丑不可外扬，像这样的事儿，你该关下门来私下解决。可他金南希竟然为了他的旧情人掏空金氏集团，这也是为了公司的股东和员工们的利益不再受骗，才出此下策。金南希，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想中饱私囊，问过我们这些股东没有？难怪最近公司的账面资金亏损了一大半，原来是你在搞鬼。金总，我们为了公司兢兢业业，你对得起我们的付出吗？对得起我们，对呀，对得起吗？对得起，就是。好一招祸水东引，把自己挪用资金的黑锅都扣到妈妈头上，激起众怒，让所有股东和员工都去向妈妈讨债。妈妈和大哥为了还债走投无路，也只能去跳钢管舞了。金闪闪，别说了。啊，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相濡以沫了20几年，你当真要为了这莫须有的罪名，不顾我们夫妻的情分，把我金家的脸面踩在地下？金南希，在你和宋景川勾搭成奸，谋划着掏空金氏集团的时候，你可曾有想过我们夫妻之间的情分和金家的脸面？好，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背叛了你，那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还能拿出什么铁证来。诸位，在这个 U 盘没有播出之前，我和大家一样，仍然存着一丝丝的幻想，多希望这是一个误会。但是，现实永远比想象的更残酷。今天，我就让大家亲眼看看，他金南希是怎么与宋景川狼狈为奸，一步步蚕食金氏集团的。蒋总，婚姻不易，非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战老太太，您就别劝我了。他金南希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损害了所有公司的股东和员工们的利益。我今天必须给所有人一个交代。说得好，对呀，必须给一个交代，说得多个。要个交代。伯母，这些年伯父为了您的身体康复，当年他在应酬的时候喝得吐血，进了医院都不让我告诉您，就是怕您担心。您说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对不起伯父的事情呢？快拉倒吧！还为了应酬喝到吐血，他分明是在商 K 跟几个嫩模通宵狂欢，把自己灌进急诊，还查出了一身脏病。唉，幸好妈妈早就跟他分房了，不然以后还怎么去会所跳舞啊？云彻，算我求求你了，这 U 盘里的东西千万不能让大家看到呀，不然的话，我们金家就全完了。金南希，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当初你干这些蠢事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会影响我们金家？云彻，为了你，我生儿育女，为你我操持家事，我甚至把整个公司都给了你。你真的要不顾我们夫妻的情分，
把我们金家的脸面扔在地上撕碎吗？抱歉各位，误了大家的眼睛了。但是，为了正义，为了公司，不得不这么做了。云彻，哎呦喂！天哪，这都是什么啊？别想太炸裂了！今天的热搜肯定要爆了。是廉耻！闹到天地不知为何物，真是伤风败俗啊！对呀、活该！苏雨墨，这上面的人是你呀！我，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他妈给我戴绿帽子，滚开！太奶，他绿了我！哎呀，这什么情况？这上面的人竟然是蒋总和苏雨墨！难怪刚才拼命替蒋总说话，原来是背地里消失个紧呢。嘿，这两人还挺别致，在车里搞这种事。这不是真的，这是 AI 合成的，快把它关了！漂亮！好一个贼喊捉贼呀！蒋云彻，你自己私德败坏，出轨在先，竟然还敢倒打一耙，污蔑陷害金总！我老婆子活到这个岁数，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徒，我还是头一回见。不，战老太，你误会了，这不是真的呀！金南希，你为什么要处心积虑伪造视频来陷害我？你简直是毒入蛇心！好家伙，道德和法律都追不上这甩锅的速度吧？这视频清晰的，就差对脸拍了。这老邓还能睁眼说瞎话？哎，也是，毕竟老邓连小三都敢养西夏，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还有脸说我陷害你，蒋云彻，你说你对你的白月光念念不忘也就罢了，你竟然还把他的女儿养在身边，欺骗了我几十年。什么？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却不知道这天底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苏雨墨竟然是蒋云彻白月光的女儿，为了谋取我金家的家产，把出轨资产转移，这些脏水都往我身上泼。其实这一切都是你们俩设计好的圈套。这事瞒了这么久，他怎么会知道？金南希，你居然为了污蔑我和雨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连这种荒谬的言论都能编得出来。蒋云彻，我金南希在商界沉浮了几十年，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袁周，妈，诸位，这是这1年来蒋云彻挪用公款的详细记录，以及他和苏雨墨在海外购置的房产以及股票的详细证据。真正掏空公司的人是他，背叛婚姻的人也是他，蒋云彻。你不愧是我妈，年轻时能在商界杀出一条血路，婚后能生出我们几个高颜值的孩子，老了还能跳。妈咪，手撕渣男，这波反杀，我给满分。不，蒋云彻，你竟然监守自盗，把公司钱往自己口袋里扒！冷静！难怪这季度损失这么严重，所有的钱都流进了你的口袋里。我宣布，即刻起和蒋云彻解除婚姻关系，苏雨墨也被我逐出金家。我会动用一切法律手段夺回属于我们的财产。大家请放心，从今天起，我将正式接手金氏集团。金氏的天该晴了。说得好，说得好。奶奶，这一切是金南希编造来冤枉我的，他是想毁了我呀！我知道你会来这次年会是为了我，你是心疼我的，求你为我做主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不知廉耻、心肠歹毒、自作多情的肮脏货！就你也配入我老太太的法眼？奶奶，这样看来啊，战家参加年会根本不是为了苏雨墨嘛。苏雨墨还往自己脸上贴金，要不要脸啊？奕晨哥哥，你帮我跟张奶奶解释解释，
我们今天就可以领证了。你给我滚开！谁要跟你领证啊？苏雨墨，我警告你，你以后少来跟我沾边，我都嫌脏死。嘿嘿嘿，伯母，我看咱两家的婚约可以修改一下，我觉得我和金闪闪也挺般配的嘛，很合适的，是不是？太奶，太奶，哎呀，太奶啊！混账东西，敢拿你小舅妈的主意啊！什么？小舅妈？太奶，您这意思是金闪闪是小舅舅的媳妇儿？奶奶，您是不是糊涂了呀？您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孙媳妇儿啊？糊涂？我清醒得很呐！我今天特意让你陪我参加金氏年会，就是为了亲眼看看我未来的孙媳妇儿金闪闪。啊！我什么？战奶奶，您是不是搞错了？我跟战总共就见了2次面，话都没说上几句呢，怎么就成了您的孙媳妇儿了？难道她不愿意？闪闪，我们战家祖上有个规矩，就是那个元青花宝瓶历来都是传给家主夫人的信物。君耀把那个宝瓶送给了你，那我们战家就认定你是我们的孙媳妇儿了。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是喜欢我的意思吗？战老太太，既然战家如此重诺守信，那这门婚事我们金家也同意了。好，恭喜恭喜啊！宋宝平还附赠一个帅气老公，金闪闪，你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不行，我不同意。她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凭什么能嫁进战家？根本就配不上战总啊！苏雨墨，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保安，把这2个不知廉耻的东西给我扔出去！从今往后，再也不准他们踏入我们金家半步！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徐南希，你给我等着！把我逼上绝路，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战老太太，真不好意思呀，家里的事让您见笑了。哎呀，这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见外呢？对对对。闪闪，这门婚事既然2家长辈都点头认同了，那么明天你们就去领证吧。什么？不愧是华夏第一豪门，连家门口都这么气派。金闪闪，没想到你还真敢来我家！咋了？妈，她就是昨天太奶脑子一热，硬是要塞给我小舅的未婚妻金闪闪。金闪闪，金家在京城顶多算个末流世家，而你听说刚从农村回来，我们战家是名门望族，岂是你这个阿猫阿狗随便踏进来的？我劝你啊，还是不要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是战君耀的大姐战雅文，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若是你主动退婚的话，我还会留些体面，否则进了这个家门，我怕你承受不起。那要是我说不呢？金闪闪，你不会天真以为战君耀是真心的喜欢你吧？他跟你订婚，只不过是为了完成老爷子的遗愿，想尽快完婚，拿到战家的继承权而已。无所谓啊。喜欢又不能当饭吃，只要战君耀有钱，战家地位显赫，这场联姻对我来说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至于他战君耀对我是喜欢还是别的，
这重要吗？你，我警告你，收集你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是绝对不会让战家未来主母的位置能落在你的手上。她就是我们战家的主母。我跟闪闪是合法夫妻，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在这出言不逊？小舅，你真的要娶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过门吗？叫小舅妈，是不是我平时太过纵容你，让你忘记自己的身份了？战君耀，我们都是为你好，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别有用心的人给骗了。就是嘛，她刚才自己亲口承认的，她嫁给你就是图我们战家的钱。我自己的事，我心里有数，轮不到你们在这智慧。好，那咱们就走着瞧。走着瞧。没事吧？哇！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钱？金闪闪，我在你心里，就只是一个可兑现的 ATM 机吗？我才20、30，大清要是没亡，没准还能生出个我。我不图你长得帅又有钱，难道图你年纪大？战总，联姻嘛，本质上就是资源整合，你我之间各取所需，这很公平。我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奶奶妈，你们怎么在这儿？闪闪来了，快过来。战奶奶好。奶奶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君耀的妈妈和妹妹。这位呢是你二婶。战君耀的妈妈，华夏神医圣手。这位是战二婶，蝉联3届女子3大冠军。战君耀的妹妹，华夏研究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看来战家女眷的实力不容小觑呀。她竟然知道我们的身份。不对，她都没张嘴，我们怎么会听到她说话呢？你就是君耀的妻子，我的儿媳妇金闪闪。妈，长得漂亮是不够的。不错，要想嫁进我们战家，没那么容易，必须得经过我们的考验。考验？想要当战家的主母，光有颜值是不够的，想要进战家的大门，就得经过我们的考验。这3位要考验我，该不会是跟我比治病、搞科研或者打架吧？我们的考验就是对了，麻将技术得过关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要跟我打一架呢，原来是打麻将，这不正好撞到我的专业领域了吗？没问题，打麻将呢，我乐意奉陪。金闪闪，你能行吗？他们这几个可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麻将圣手。放心好了，我金闪闪在麻将桌上从来没输过。来吧。红中，东风9万。小妹这把想做清一色，听369万，牌墙里6万就剩下1张，在婆婆手里当搭子，她肯定不打。不过小妹啊，你前天晚上是不是偷偷在花园烧烤
还是二婶最爱的顶级和牛，居然没叫二婶。你吃烤肉没叫我？没有，你不是减肥吗？二婶儿，你也别说小妹，你昨天是不是嘴馋，偷偷把婆婆珍藏的限量版酒心巧克力给吃了？我的酒心巧克力呢？知道呀。还有婆婆，你上周是不是不小心把小妹的盲盒碰到地上了？虽然你赶紧粘好了，但边角好像有点痕迹哦。那个盲盒是我抽了3个月才抽到的。哎呀，闺女，妈妈再给你买一个，别生气了。字母5条，清一色。竟然赢了！我跟你说过了，我打麻将就从来没怕过谁好牌。婆婆、二婶和小妹就不好意思啦，愿赌服输，给你1000吧。拿！闪闪，你这个麻将技术真是绝了，把我们的家底都快掏空了。来，把手给我。这只玉镯代表的是我们战家当家主母的身份象征，我把它送给你了，就当做婆婆给你的见面礼了。来，给你戴上。闪闪，二婶别的没有，就是金子多，都给你。以后在战家，二婶罩着你。嫂子，这车是我昨天刚提的，送你开着玩。哇塞，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谢谢婆婆、二婶和小妹。开心吗？开心。闪闪，咱们战家素来都是男人负责挣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以后啊，你就安心住下来，让君耀那小子啊，好好挣钱给你花。奶奶的意思是，以后战军要的钱都是我的，战军要的银行存款、股市市值、信托基金，哎呀，好多钱，发了！我也是过上躺着数钱的日子了。不对，战家的内鬼一直没有找到，一直都在掏空集团的资金。如果再这样下去，那战军要的钱不就都被掏空了？他的钱就是我的钱，那坑我的钱绝对不行！内鬼手段了得，直接收买了公司的财务部，来帮他们隐瞒转移资产的漏洞。唉，战氏集团要是有一个像我这样刚正不阿的算账能手就好。闪闪，公司最近财务部人手紧缺，你跟我去公司一趟，帮我查查账。齐闪闪，你怎么跑到我们公司来了？我这里可是办公用地，又不是你们乡下的菜市场。其实你想来就来。就是小舅，公司这么多机密消息，你带他来不合适吧？我跟闪闪是合法夫妻，他来公司帮忙查账，有何不可？财务部上个月不是才做完年度核算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要查账？怎么？我作为董事长想查账，还要经过你这个副总的同意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就算要查账，那应该也是交给财务部啊。她一个乡下姑娘，识不识数还不知道呢，她能算明白什么？就是小舅，他看得懂账目明细吗？让他来查账，还不如让门口的扫地阿姨来呢。一听到查账就这么慌，原来他们就是掏空战家的内鬼啊！战雅文作为战家长女，本以为自己能拿到战家继承权，可战老爷子临终前却指定把继承人的位置留给了战君耀。战雅文明面上争不过，就带着沈逸晨暗地里转移战家资产，怪不得他百般阻挠我嫁进战家，因为我和战君耀正式完婚后，战家的继承权就会立刻交到战君耀手里。潜伏在战家的内鬼，居然是他们！你看着我干什么？战总，
这是您要的集团近1年的账务明细。闪闪，你帮忙看看这些账目有没有什么异常。战总，这是整个财务部加班加点1个月才能初步完成的账目量，您确定要让夫人一个人完成吗？金闪闪，你听到没？这个工作量就是你干到下半辈子也干不完的。你查得明白吗？还是回家玩泥巴吧。唉，就这么点账，半个小时就算完了。哦，那我还真想看看你是怎么算的。去，给夫人拿台顶配的电脑。哎，不需要，我呢就用这个就行。金闪闪，你这是从哪刨出来的老古董啊？该不会是你在你家村门口的小卖部偷的吧？金闪闪，没想到你居然不会用电脑啊！不过我还是挺好奇，你是怎么用这个破算盘去算账的？是吗？那你可瞧好了，千万别眨眼哦。她好厉害，不愧是我喜欢的女人。这就算完了？这顾你玄虚了。根据账面结果显示，近1年内，战氏集团账面上明面是显示盈利，可实际上却有着非正常资金亏损，亏损具体金额为10.7385亿元。亏损10亿？根据亏损资金流向来看，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公司内部有人在非法转移资产。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不要以为你拨弄了一下这个破算盘，你就可以信口雌黄污蔑我们集团亏损。就是嘛，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你懂什么？小舅，他这是扰乱了公司的秩序，你别被他骗了呀。我只是陈述一下查账结果，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也可以当场复核检查一下喽。闪闪只是好心帮我们查公司账目，指出了问题，你们怎么慌呢？难不成公司亏损跟女人有关系？你说什么呀？你不要被这个女人的妖言惑众给蛊惑了。逸晨，我们走。我走。严查战雅文和沈一晨的资金记录，还有近期的全部行踪。是，战总。哎呀，我的傻老公啊！以战雅文的谨慎做派，他们账户上的转移资金记录早就被清理干净了。接下来，他为了掩盖公司资金空缺的事实，肯定要召开股东大会，说是你投资不善导致公司亏损，要逼你下台，然后一举夺权，联合对家把你卖到国外去。战总，不好了！战雅文副总带着公司股东们在会议室大闹，要求立刻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你快去看看吧。他说的都是真的。走，去会议室。各位，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公司的账目亏损竟然超过10个亿，这都是战君耀在继位董事长以来主导战略投资的结果。是吗？战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太让人失望了！就这样的投资能力，怎么带领战士走向未来？战总，我们要求重新投票，选择真正能带领集团、真正能盈利的董事长。对，重新投票。小舅，你刚才不是说要好好清算一下吗？好啊，现在我们就好好清算清算。明明是自己挪用资产导致的亏损，却把脏水泼在我老公身上，这倒打一耙的手段，跟蒋云彻一个培训班出来的是吧？战雅文，你为了掩盖你转移资产的事实，竟然伪造证据，来诋毁我的投资能力。什么转移资产？战君耀，你别胡说八道，来转移话题啊！各位，战总的投资能力如何？应该看的是他投资的股票走向，而不是被人恶意的截图
战总目前重仓购入的是新能源先锋项目，这只股价呢确实正在低位盘整。不过，根据已知的产业扶持政策，不出1个小时，它的股价将会实现高位涨幅。而战雅文女士和沈逸晨，你们购入的这几只，虽然目前看来走势不错，不过呢，不出5分钟将会全部跌停。这个就是战总的妻子金闪闪，听说是金家的2女儿，刚才乡下回来的。一个从未在投资领域涉足过的黄毛丫头，她怎么会知道股票涨跌的信息？金闪闪，我投资的股票向来只涨不跌，你对资本市场一无所知，你在这里凭什么指手画脚？是啊，吹牛逼谁不会啊？有本事啊，你现在就给我指出一条马上能上涨的股票。本财神金口一开，说哪只涨，哪只就得给我乖乖往上窜。现在购入这只瑞康医疗，在今天收盘之前，它的股价不会低于10%。真是笑话！瑞康，一个半死不活、即将破产的公司。小丫头，这家公司年年亏损，股市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起色。你现在让我们买这只股，这不明摆着坑我们吗？财神亲自指路你们都不走，还说我坑人，难怪你们发不了大财。立刻动用我的全部资产，全仓购入瑞康医疗。战总，可瑞康医疗的确是个大坑，我怕。少废话，夫人觉得值得，那就去买。好的，战总。战君耀，你现在还陪着他胡闹，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痛坏了脑袋？大家都看到了吗？战君耀听信谗言，决策儿戏，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就是，我提议啊，即刻起就罢免他战君耀的董事长职务。同意的股东请举手。同意，我同意，我也是。瑞康涨了。瑞康涨了！可这真的是瑞康医疗在飞速上涨，这怎么真的被金闪闪说中了？各位，股市瞬息万变，只不过是金闪闪运气好，蒙对了而已。是啊，他刚才说我妈的那几只优质股会下跌的，现在不还好好的吗？是吗？那再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雅文副总，那几只股票全在下跌！战雅文，之前不是说这几只是稳赚不赔的金股吗？现在我们赔的连本金都没了，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这只是暂时性的技术性调整，很快就会回涨的。哎呀，全完了，这钱没了！战雅文，你误导大家投资，还私自转卖仓库里的古董原石、中宝司乃，然后再将资金亏损嫁祸于此，以此夺权。为了今天，赶紧抓出来！你谋划了很久。不是这样的，我是战家的长女，战家的产业本该就由我继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回属于我的继承权的。你休想！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战家的产业落入你手中。奶奶，凭什么？奶奶，我才是战家的女儿。太奶，你这是偏心！把独占产业的私心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这对母子的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战雅文，你心术不正，难当大任。若是将战家产业交到你手中，迟早会毁于一旦。诸位，我正式宣布，战君耀是我战家
唯一的继承人。不行，家主之位只能是我的，张君阳，他休想得到！你，来人，把这对败坏门风的母子给我轰出去！从今往后，他们与战家再无瓜葛。不！太奶，你别信！太奶！集团清除内鬼之后，剩下的用于偿还至少能补上3成，再加上之前被转移的资金，战君耀的个人资金明年就可以开始翻倍增长了。哼，金闪闪，还在看公司资产？难道比我好看？别闹了，马上算到年底现金流了。金闪闪，你就这么爱钱？怎么？是我赚的不够多，还是我不够帅？你都不看我一眼？哎呀！战总之前不是烟雨症严重，不进你算吗？有些话耳听为虚，眼见才为实。妈，咱们被太奶赶出家门，我银行卡还被冻结了，咱们以后不会真的一无所有，要去吃糠咽菜吧？闭嘴吧，正在想办法，别吵吵嚷嚷的烦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们2个丧家之犬。逸晨哥哥，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战阿姨贵为战家长女，却被扫地出门，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呢，你们2个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跑来看我和我妈的笑话呀？你们2个干了那么肮脏的事情，还敢出来见人？逸晨，送客。走！战女士，你听我说，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单打独斗肯定是斗不过战家和金家的。如果我们联合起来，说不定还能找到机会，把我们之前损失的一切全部夺回来。联合？现在就我们2家一无所有的样子，拿什么去对付2家？战阿姨，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毒药，无色无味，只要中了毒，1天之内就会毒发身亡，而且没有解药。奶奶，你把我扫地出门，那我定不能让你安生度日。战家的主权只能是我的。醒了？老太太突然晕倒了。什么？妈，奶奶怎么了？怎么会突然晕倒？血压和心率极不稳定，我们做了所有的检查，还是没能查出具体病因。大嫂，你是顶尖的医疗专家，连你都查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啊？奶奶的身体向来康健，怎么会这样？印头发热，浑身散发黑气，奶奶不是生病，是中了一种罕见奇毒。什么？奶奶中毒了？奶奶的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照顾，医疗用品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和筛选，怎么可能会突然中毒呢？快，重新调整检测方向，把老太太的血液样本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筛查程序，尽快确定毒素类别。好的，张老师，我们立刻启动样本检测。快去！闪闪，妈，你们怎么来了？一得到战老太太昏迷的消息，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张飞，老太太怎么样？情况很糟，恐怕是中毒了。中毒？詹医生，检测报告出来了，初步检测确认，老太太身体存在一种极其复杂的混合毒素成分。我们找遍了全球已知的解毒方案和特效药物，都未能找到与它完全匹配的解药。什么？怎么会没解药呢？以现有的医疗手段，我们无法逆转或中和这种毒素。以老太太现在的体能，恐怕会持续衰退，直到……怎么可能？世界有那么多的顶级医疗专家和药物，就一心救活不了奶奶。
全球最顶尖的医疗专家全都给我找过来，还有彻查这些天都有什么人碰过奶奶的食物。别白费力气了，老太太的毒根本就无药可解。君耀，老太太是不是快不行了？战雅文，你们不是跟战家撇清了关系吗？你来这儿干什么？小舅，我们毕竟是太奶的亲人，她生病了，我们回来看看，不是应该的吗？蒋云彻，那你带苏雨墨来这儿干什么？这里没有人欢迎你们。金闪闪是我女儿，她夫家的奶奶病了，我来探望亲家不行吗？是啊，伯母，老太太这么疼我们来看看，怎么了？等等，他们此番前来的真正目的，是想确认奶奶是否真的中了毒。对奶奶下死手的人，是他们4个。战雅文，你是怎么知道奶奶中毒的？难不成奶奶的毒是你们下的？你说什么呢？老太太也是我奶奶，她就算偏心你，我也不能下死手啊！就是啊，太奶都已经把我们赶出家门了，我们哪有机会接近她？难道闪闪这次猜错了？战总，给老太太下毒的人找到了。谁？竟然是你们4个给奶奶下的毒！是又怎么样？老太太眼里只有你这个孙子。我要是不使点手段的话，战家的掌家权怎么可能在我手里？战家的老祖宗有规矩，战家的玉佩在谁的手里，就是谁当家主。现在他在我妈手里了，你还偷走了家主玉佩？没错，现在我才是战家的家主。你们要是识相啊，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战雅文，赶紧把玉佩和解药交出来，否则就把你们4个砸进墙里，抠都抠不出来。这二婶，你还是省省吧，老太太中的毒根本就无药可解，再过半小时，这个老太太就一命呜呼了。苏雨墨，你这个毒妇！金南希，你给我闭嘴！告诉你，就这老太太意思，为了战家的庇护，你们金家也会是我们的。那找个医生呢？快找！好的，战总，我立刻再去找。别费力气了，老太太没救了。战君耀，你现在该做的不是找医生，而是办后事。财神，这是我的报销单。你这个不行啊！你看你这……小财神，此乃百草凝华丹，能解世间绝大多数奇毒恶疾。谁说奶奶的毒无药可救？我的药能解奶奶的毒。你能救？金闪闪，你一个乡下丫头，恐怕连5脏6腑都认不全吧？就是，不知道从哪掏出的破玉瓶子，就敢说能解太奶的奇毒。指不定是从哪个乡野村夫手里拿来的泥丸子，也出来装腔作势了。金闪闪，你简直就是荒谬至极呀！这个药有没有用，试试不就知道了。闪闪，我知道你出于好心，但是奶奶这情况经不起试药啊。闪闪，你还是把药收起来吧，万一这……哎呀，这个时候不是你逞强的时候啊！是的，闪闪，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老太太现在中的毒极其罕见诡异，连我们这些华夏顶尖的医疗团队都束手无策。君耀，妈，奶奶现在的情况很紧急，与其眼睁睁的看着她就这样受苦受难，还不如给她试试。啊，好，装模作样，你们啊，等着瞧吧，看看金闪闪的破药丸子是怎么加快老太太归西的速度。到时候啊，害死老太太的凶手就是你了。奶奶醒了！
怎么诈尸了？这什么破药啊！怎么可能？我这是怎么了？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奶奶，你终于醒了！妈，你可吓死我们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来，妈，您照照镜子看看。我的头发竟然全变黑了！妈，让我给您号个脉吧。啊！脉象沉稳，气血充沛，老太太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她现在的身体状况比中毒之前还要好。闪闪，你用了什么药？这功效堪比起死回生。那当然了，闪闪，你也太厉害了！不是，他头发怎么都变黑了？那是妖怪！不可能，不可能！苏雨墨，你不是说这个毒一旦服下就必死无疑，根本没有解药的？你在骗我是不是？我不知道。别吵！金日赏，你到底给老太太喂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现在会这样？肯定是你的药，肯定是你的药！别碰我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敢打我妈！你活该！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任亚文、沈逸晨、苏雨墨、蒋云彻，你们4人涉嫌下毒、故意伤害他人、巨额财产侵占、商业欺诈等多项罪名，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走！别抓我！别抓我！站住！我的玉佩，你们放开我！走！别抓我！我是这家的家主！今日除夕，团圆守夜，也是新旧交替之时。君耀啊，今日奶奶便将战家家主之位正式传于你。好，望你以后啊，秉承祖训，带领战家再创辉煌。好，谢谢奶奶，我必将不负家族众望，守护家族。借此新年到来之际，祝大家万事顺遂，平安喜乐。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碰杯。怎么回事？是酒不合口味吗？战君瑶，我怀孕了。你说什么？真的？你真的怀孕了？什么？怀孕了？哎呀，我要抱曾孙子了！闪闪，你说的是真的吗？来，让妈妈给你号个脉。真的是喜脉！哎呀，真好！闪闪，你要当妈妈了！哎呀，战家有后了！哎呀，家主继位，天丁进口，这是双喜临门啊！对了，我觉得东边的那间阳光房最好，留着当婴儿房。哥，你可得给我嫂子补办一个最盛大的婚礼。好的。哎，对了，医院还有那个亲子房准备好了吗？孩子呀，一定要像姐姐一样聪明，要像姐夫一样帅。珊珊，我爱你，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小财神金闪闪，下凡历练时限已至，请做好准备，回归天庭述职。我去！娘娘治理瑶池有功德，小臣敬你一杯。小财神下凡历练时限已满，还请各位仙官速速准备，迎接小财神归位啊！老赵，你看我这一步妙不妙？你说什么？我听不见。这琼浆玉液也太烈了，我都喝耳鸣了。这接引事宜若无神仙主持，会出岔子的。会出岔子的。哎呀，王母娘娘，
这小财神归期已至，但无神仙响应接引事宜，这恐怕误了时辰啊！还请娘娘示下。让他回来干什么？那个小抠门精就知道卡本宫的报销，给本宫添堵。娘娘，那您的意思是？传我法旨，小财神金闪闪虽历练时限已至，但念其在凡间广积福德，惠泽两性，特将其滞留凡间，体验红尘百味，与那战家小子恩爱一世去吧。高啊！娘娘，这合天规吗？本宫说合就合，快去！再啰嗦，扣你100年俸禄。是，我这就去传令。快去！娘娘英明。不是吧？我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帅气的老公，腹肌我还没摸够呢，回去多亏啊！小财神，传西王母最新法旨，准你滞留凡间，经历生老病死，与战君耀，恩爱一生。王母娘娘的意思是，我可以留下来了。耶！闪闪，你刚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我是说能跟你一起共度余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闪闪，我爱你。希望我们以后共度余生，白头偕老，